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你们听说过借运吗？家里的老人经常说，人的运气是会被借的。当一个人的运气被借走时，自己当然会很倒霉了。那么如何看出自己被借运了呢？又该如何破解呢？我们一起来看。首先，借运一书，世人对此误解甚多。很多人以为借运是指借神运，即把别人命中的运气转为自己的，自己的衰运则嫁祸转为别人的。正因为有这种想法，有害人之心的人总是想着有事没事去弄下别人的八字，有防人之心的则暗中的担忧自己的八字何时被泄露了，导致被人害。所谓借运其实就是命理学上的一种改运方式。一般来说，借运分为3种：向别人借、向自己借、向上天借。一、向别人借。向别人借运其实说是沾运、沾光更贴切。比如与好运的人合作会事半功倍，容易成功，这就是借别人的运沾光。向一些好运的人借点子、计谋、方法等也是一种意义上的借运。向身边的好运人索要彩头也是借运。2. 向自己借，实际上就是向自己未来的运程交换。比如自己好运在晚年，就把这个运程先借来交换到现在，而这往往需要很复杂的方法和时间，而且非普通人能做。3. 向上天借，拜神求事等都是向上天借运的方法。这个待事成之后则需要还愿，借助其他的磁场力量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或事物的进程，都可以叫做借运。其实借运法自古就有，分为很多派别，有用别人指甲毛发是以特殊轨迹借运的，有用风水物品借运的，也有用法术从别人身上借运的，但其实是夺，不是借。这里所说的借运法，就是找到与自己磁场比较相配的人，经常待在一起，就能够慢慢扭转自己不利的磁场，乃至命运的轨迹。最常用的借运法是利用八字原理来实现的。譬如一个人目前运气不好，通过分析八字以及大运流年之间的五行磁场关系，需要加强金的磁场，那么就找一个八字金旺的人，两人经常待在一起，其关系可以是男女关系、朋友关系、上下级关系等等。比人较多的金性磁场正好可以补给其人。当然这要先分析预测，知道双方八字才可以，知道是否适合借运的人，不是凭自己感觉的，否则适得其反。在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很多，有的人结婚前事业困顿，结婚后事业却蒸蒸日上；有的人独自干生意还算红火，为扩大经营规模与别人合伙，却赔得个一塌糊涂；有的人得病久治不愈，偶然遇到了一个医生，却药到病除；有的领导工作比较平顺，换了一个助理却愈进不顺；有的人最近朋友圈子发生了变化，运气也跟着变化。这些状况的发生揭示出了一个重要的法则：一个人的自身磁场可以影响他人，也同样被他人影响，这点已经被现代物理学所证明。至于这种影响产生的后果，可以通过八字、六爻、奇门等各种预测术进行判断。2. 被借运最狠破解的方法。首先准备质量不错的红纸，用它制作一个小纸人，然后在上面写上个人详细的生辰八字等资料，接着剪下自己的一撮头发绑在纸人的上面，再把它用4支香立起来。此外还需要准备的东西包括朱砂1两、纸做的元宝、柳树枝条3根、老黄酒1瓶以及3个酒杯。等到午夜12点，阴阳临界点，气流通动之时，走到院子正中央，利用朱砂画一个圈，将纸人放在圈中。之前准备好的东西也要一一排列整齐，点火上香以及倒酒一气呵成。此时跪在地上潜心祈祷，整个过程大概持续10分钟左右。等到事成之后，再将纸人焚烧干净，这样就可以很好的破解借运的情况了。3. 借运的常见方式。目前所流传的借运更多的是指借其他万物生灵的运，或者是宗教神灵等祭运的庇佑，以此来挡掉人运生辰八字本当发生的灾祸而已，几乎没有什么借人运或与人换命的。一个人的运数有盛有衰，盛时顺风顺水，青云直上；衰时灾厄临头，万事难顺。不仅险阻较多，更有小人无事生非，甚至乎会出现车关、天克、白虎等致命的血灾官煞。
而这个时候，命理师除了以言语提醒之外，也会建议命主以借运的方式来提升自己的运气。通俗来说，命理师都是根据生辰八字来进行借运。比如在流年犯厄个别严重的月份，会建议事主去适当的地方旅游；若是命中喜水之人，就会建议选择东北、哈尔滨一些极寒的地方，反之就选择南方一些温和的地方。这是以借地运的方式帮扶己身。其实像运用到五行八卦术的借运方法，严格来说只是一种正常的术数的运作，这仅仅是一种互相赠补运气的常用方法而已。所以这种借运乃指双方借助命运八字的特性来增进彼此的运气而已，属于一种互相辅助的方法，并不是取某人的好运替换掉自己的衰运之换命法。现如今经常有人一旦运气不好，就担心是八字泄露别人借运了。其实大可不必给自己平添此负担，因为与人换运这种东西并不是你想的那么回事儿。运气被借，从而导致自己倒霉，这种事儿恐怕几乎不大可能发生在你身上。且不说有没有换运换命这种东西，就算有，这么做也是缺德的，谁会做呢？但需要明白的一点是，任何生物或灵物和人一样，实际上是分正邪两极禀赋差异的。连核桃还有内外表面之分，石头也有软硬的。我们可以理解为世间存在正邪阴阳两极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万物同性相连，异性相互，根据需要各取所需。正因为如此，所以无论如何一定要心存正念，劫人很难借你的正念。当你由正念护运，再交正直善良之人，或可借正能量来让自己运气更好，就不必担心这些了。4. 被借运了怎么办？世事无绝对，被人恶意的借运也并不是完全没有，只是极少罢了。普通人连听都没有听过，更别说碰上了。5. 人的运气不好，原因有很多。在日常的生活中，如果自己的能力和做事的方法没有什么问题，但就是做什么都不成功，还经常惹得很大的麻烦，或者本来一切都好好的，可是到最后总有突发的事件把问题给搞乱，那首先该考虑的是不是风水、流年运势和业力导致的问题。如果运气不好，处处败运，那么可以通过外部各种环境改变来中和你的气场，改变你气场的能量。如果居住在一个不好的风水环境中，这个环境会给你的身心带来一些负面的不利影响，导致败运不断。这个时候就要果断地改变居住环境。流年对于一个人的运气影响也是很直接的，决定着运气的好坏。比如流年犯太岁的朋友，受到太岁冲克，运势往往会比较差。古人告诉我们，生活中的一切都是神的业力变现出来的，每个人生来都是带着业力的，那是我们累世因为各原因犯下的罪业，若是不消除，他们会积累成业障，阻碍着我们的生活，影响我们的运气。如果排除了以上的问题，还是有各种不能够解的灾祸出现在你身上，建议还是去找道教法师，用正确的方法处理比较好。最好不要自己瞎捣鼓这些东西，既不要生非分之想去借神运换运，也不要闲着没事找事自己吓唬自己。人的运除了大运和时运之外，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，就是福报。平时多行善积德，修持自己的身心，让自己永远保持更多的正念正行，为自己多积累善功福报，慢慢感召来的也将大多都是对你有帮助的人与环境。而只要你这么做了，就不用担心什么被人借运换命的问题。最关键的还是内心的改变，这点非常重要。心理改变配合外部环境的改变，才能够达到改变命运、战胜败运的目的。生起伏是很正常的事情，没有人说一生都能顺心顺意，一路上有些跌跌撞撞，有所难免。在我们人生低谷的时候，不要灰心，相信明天的路是光明的。在某些方面，可能我们的运气比别人差了一点，但我们在这条路上坚持，好运一定会来到我们的身边。下面大佬和大家一起来看看哪些人会吸走你的运气，以及怎么看出你被借运了，又该如何化解。1. 这些人会吸走你的运气。有的人常常觉得自己的运气本来是好的，做任何事情呢都很顺利，但是自从结识了某些人之后，运气就变差了。这就会觉得是不是有人可以吸走自己的运气呢？
其实要这样认为的话也是可以的。真的会有人吸走运气这一说吗？这一定有科学的依据。有句话说得好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跟什么人待在一起，很大程度上会影响自己的运气。有的人运气很差，干啥都不顺。如果你跟他走近了，好运气就会被他吸走，影响自己的事业或者情感，而离开之后，事事就顺利了。要知道，是否自己被吸走了运气，自己是非常清楚的。比如本来好好的，突然各种不顺利，这种就是自己的好运被吸走了。有的人好运爆棚，被吸走一些，一点影响都没有，或者影响很少，这个就要看看身边的人是否是突然好运起来了。那个吸走你运气的人会突然变得轻松得意起来。一般能够在自己身上吸走运气的人都是身边的人，至少要是能接近的人，所以那个吸走运气的人也会很快被发现，各种好事接踵而至。那么哪些人容易吸走你的好运呢？这些人都有哪些特征呢？大佬从命理角度分析，这些人身上一般都有以下几种特征：一、不停地抖脚晃腿，此为男贱女穷之象。古语云：树摇叶落，人摇福薄。男抖穷，女抖贱，男女抖脚都不是好习惯。男人爱抖脚很难大富大贵，即使有钱，最后也难以汇聚起来。女人爱抖脚容易导致情感方面的问题。二、经常皱眉头，性格会比较内向，做事容易极端，而且有时不懂得把握机会，多负面心态，遇到事情想不开，较悲观。三、经常舔嘴唇，有这样特征的人会有很强的欲望，在其他方面的运势还算可以，但经常容易在男女感情上出现问题，需要多注意控裂，以免使他人和自己都受到伤害。四、总是吐口水的人，一是不卫生，二是不聚财，即使有财也留不住。很少见到非常成功的人或者富豪们不停地吐口水，偶尔为之不包括在内。常不停地吐口水的人，意味着钱财难聚。古人相信要留气才能留财，风水上也讲究藏风纳气，吐口水容易将财气都吐掉，那自然也不会有好运了。二、怎么看出自己被借运了？在民间一直有借运的说法，怎么看出自己被借运了呢？借助别人的磁场力量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或者事物的进程，都可以叫做借运法。其实借运法自古有之，分为很多派别，有用别人的指甲、毛发是以特殊仪轨借运的，有用风水物品从旺家借运的。我有个顾客就曾经特意从我家拿走了风水大象的，也有用法术从别人身上借运的，其实是夺，不是借。借运一说，很多人以为指借人运，就是把别人命中好的运气转为自己的，自己的衰运则嫁祸转为别人的。正因为有这种想法，有害人心的人总是想着有事没事去弄下别人的八字，有防人之心的则暗中担忧自己的八字何时被泄露了，导致被人害。做人可以没钱，但不能没品；可以没权，但不能没德。德是一个人的护身符，好的品德能保你安宁；德是一个人的大运气，好的品德能够换来惊喜。人活一世，无论你多聪明多厉害，如果无德，必然遭人白眼。只有有德有才之人才会被人喜欢，身处困境定会得到别人的帮助，走到哪里都能赢得别人的称赞。相对于借运这些，多少还是听闻的比较多。
目前民间流传的借运，更多的是指借其他万物生灵的运，或者宗教神灵等气运的庇佑，以此来挡掉人运生辰八字本当中发生的灾祸而已，几乎没有什么借人运或者与人换命的。一般来说，借运分3种，向别人借、向自己借、向上天借。这3种方法的最后一种是一定要还的，前2种可以不还。向别人借运虽然说可以不还，但只能借一点点而已，不会多，或者说沾运、沾光更贴切。比如与有好运的人合作，会事半功倍，容易成功，这就是借别人运沾光。向一些好运的人借点子、计谋、方法，也是一种意义上的借运。向身边的好运的人索要彩头，也是借运，但可能会遭人讨厌，就像上面该网友遇到的这种情况。向自己借，实际就是向自己未来的运程交换。比如自己的好运在晚年，就把这个运程先借来交换现在，而这往往需要很复杂的方法和时间，而且收费不菲，非普通人能做。而拜神、信仰求运、求事等都是向上天借运的方法，这个待事成之后也是要还愿的。3. 被人压运气怎么化解？人在运气不好时会各种不顺，甚至喝口水都会噎着。对于这种情况，我们称之为水逆。小人的嫉妒、风水运势不好等等都会带来不好的问题。那么被别人压运气怎么化解呢？下面为大家介绍很灵的转运小方法，一起来看看吧。1. 乐观生活。一个人的心态会影响一个人的精神气，人的心情乐观积极，就能够有足够的精力去处理好事情，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。如果长期处在负面情绪中，生活就会丧失动力，就会频频出错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，运气自然会越来越差。2. 调整你的思维。运气不好的时候，还应该调整好你的思维，不能整天愁眉苦脸，灿烂的笑容会给你带来好运。3. 调节风水。如果刚换了新环境，那估计就是风水不好，需要调节，按照专业人士的方法调节。当风水好的时候，住在里面的人自然会感到满意，并且有好运。4. 多穿红色的衣服。不光是本命年需要穿红色的衣服，当自己感觉到倒霉时，也可以通过穿红色的衣服来化解。因为红色本来就是大吉大利的颜色，而且还具有驱邪化煞的作用。5. 寺庙拜佛。寺庙是很多想转运的人常见场所，因为寺庙的正统气场非常强大，可以改变人的气场，从而改变人们的运气。其实有的人会吸走你的运气，不必担心。利用邪术害你的人还会受到强大的反噬，压得你越厉害，反噬就越厉害。平生不做亏心事，不怕半夜鬼敲门，人生对得起自己，对得起良心，行得正，做得直，问心无愧就好。这样的好运就会守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愿您时时心清静，日日是吉祥，期待下次与您分享。